2块板子，一个拼肌肉，一个拼智商。架构上它算不上顶尖，但绝对不是糊弄的便宜货。可以先告诉你一点，这台机器的电路和元器件绝对比外观看上去更有故事。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在维修圈，电源稳不稳比工具贵不贵更重要。今天这台是飞利瑞斯出品的 IPS3608 速显直流电源，号称36伏8安输出，最大功率可以到285瓦，参数不低，价格也不算贵，定位就是修机人的桌面战友。但是参数归参数，咱们得看真本事，空载稳不稳，满载扛不扛，短路保护、动态响应、文波控制怎么样，甚至它用的是什么主控，功率器件够不够硬。本期视频我们不仅实测它的全部输出性能，还会把它彻底的拆解开，看看有没有料，是不是吹出来的 IPS3608 是否真的是维修电源里面的狠角色。咱们话不多说，先开箱。我们先来看它的包装啊，智能数控电源，飞利瑞斯的标识，产品的概念图片，高精度显示，编码调节旋钮，多重保护机制，智能散热分散，数据组预设，数据锁定功能。这一面则是写了它的规格参数。我们直接打开盒子吧，整个盒子还是很简洁的啊，4个缓冲垫子把电源包住，然后还有一个盒子装着配件，交流电源线1根，2根鳄鱼夹的测试线，Type-C 数据线1根。产品的合格证，产品的说明书1本，整个电源是深空灰色的，前面板为黑色，后面板也是黑色。数据线 Type-C 口，品质电源插座，开关一个，这里是一个散热风扇，这上面是型号名牌。机器的侧面做了镂空设计，这个是旋钮编码器，按键这是带 USB 适配器功能的，这里有一个指示灯，飞利瑞斯的 logo， 型号标识，这是2个电流输出口。这款电源支持100至240伏宽电压输入，它的输出范围则是 DC 0至36伏可调，电流0至8安可调，最大功率285瓦。电源输出端采用标准的4毫米相交插口，这个兼容性就不用说了啊。开机后，屏幕分为3个区域显示，这里是电压、电流和功率，下面是容量、能量和时间。这边则是确定键和记忆组标识、CV 标识、停止标识。转动旋钮可以切换功能，依次是电压、电流的曲线电流表显示，这个界面则是适配器的电压、电流显示。再转一下就回到主页面，这个旋钮的手感还是很不错的。电压和电流的设置按中间按键，这里就是电压调节，再按一下就是电流调节，开启输出。停止输出都是这一个按键，这个按键则是设置按键，按一下就是6个记忆组的一个功能设置，还是按这个方向盘的中间键切换数据组，支持6组记忆组功能，可以保存常用的电压电流组合，方便快速调用。进入记忆组就是按这个旋钮来切换，这是系统设置。关于系统的版本，还有这个输出开关，可以先设定好参数，再点击输出，避免误伤设备，这个必须要给个好评啊！整体这一个菜单较为简洁，功能不算花哨，主打的一个够用就好。作为一款电源，我们光看它的外观和参数是没有意义的。电源真正的价值是在于它输出能不能稳得住。我们现在就进入实测环节。首先是空载测试，我们先设定这个机器的输出电压为5伏，直接点输出。机器输出为5伏的电压，万用表显示的是 4.998。我们再来调节电压，看它有没有跳动。5.1伏，它显示的 5.097。我们再把它设定为10伏，进行输出。电源显示的是输出10伏，这边的万用表显示的是 9.99， 相差 0.01。我们现在以1伏的电压来往上面加，11伏 10.99。12伏 11.98， 13伏 12.98， 这个准确度还是可以的。我们现在来给它做待载测试，我们测试4个电压档位，都是测试最大的功率啊，看它能不能稳定正常的输出。首先是5伏8安，直接点输出，同时咱们负载仪也调到8安，直接点击开始拉载，可以稳定的输出啊。这边显示的是输出40瓦，负载仪这边是37瓦，有压降，很正常的。我们现在就是测试12伏8安。启动负载仪，这边显示了96瓦，负载仪那边显示93瓦，有压降，很正常。这个压降是线材的压降啊。我们现在调成24伏8安，直接启动负载仪，电源显示输出192瓦，
负载仪189瓦，还是3瓦的线材压降啊。我们这一次调成36伏8安输出，启动负载仪。电源显示的是288瓦，负载仪显示285瓦，这个待载输出很稳定。我们现在设定20伏5安，直接点输出。我们现在这一个测试就是来测试它的过流保护。负载仪这边我们启动电压是4.5安，我们直接启动负载仪。我们逐渐的增加负载仪的电压，4.6安、4.7安、4.8安、4.9安，现在是5安。这个已经启动了过流保护，电压瞬间就降到了4.77伏，这个过流保护也是正常的。关闭负载仪，自动恢复到设定的电压值20伏。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机器的短路保护功能。电源我们调成5伏8安，现在是40瓦的输出，我们直接短接这个输出。大家看一下这个表，电压就直接归零了啊！我们松开，马上就恢复40瓦的输出。我们空载的情况下，短接输出点，它同样的会启动短路保护。当然，一台直流电源最关键的数据是交流文波啊，这个文波数据就是衡量一个电源输出电流干不干净的一个标准。首先是5伏8安40瓦的文波，最高的时候78.6毫伏，平均文波60.2毫伏左右。12伏8安96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92.4毫伏，平均文波82毫伏左右。24伏8安192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114.6毫伏，平均文波101毫伏左右。36伏8安，也就是最高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117.8毫伏，平均文波105毫伏左右。这一台飞利瑞斯3608电源跑下来，测试环节的数据我们都已经跑完了，它的精度、保护、文波都很不错。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掀开它的外壳，看看它的内部做工和用料是不是跟测试数据一样的靠谱。这个电源两边侧面都有4颗内六角的螺丝，我们把它卸掉，撬开后盖，可以看到各种连接线都是通过插件的方式连接的啊。上面有一个连接数据的一个排线，升级系统用的。同样的方法，敲开前面的面板，我们可以看到电源线有2组线输出到这个控制板上面，这个就是咱们卸下来的主控制板。电源模块在壳体里面，同样是用的4颗内六角螺丝把它固定的。卸掉螺丝以后，我们就可以抽出这个主电源板。机壳啊，竟然是用的2.5厚的铝合金的一个外壳。控制板上面有很多小的螺丝。首先断开显示屏的排线，拔掉这个旋钮帽子，然后就可以拿出主板，这是这个电源的硅胶按键。这个控制板的做工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可以翻转的一个屏幕，这个也是这个产品的一个特色啊。取下这一个固定屏幕的一个插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屏幕组件拿出来，屏幕就固定在这一个支架里面。主电源板外面这个铝合金散热壳子也是做的很扎实的啊。电源线3根，灵活线加地线，输出线4根，2组输出电压，所有的容易发热的元件安装在这个铝合金的外壳上面。螺丝全部都采用的不锈钢的，然后主板固定还有4颗螺丝，我们也要把它卸掉。铝合金散热片跟主板之间透明的塑料做绝缘隔离，功率器件上面的绝缘硅胶套，还有导热的效果。电源上面这里有一个标签，有48伏和24伏2种电压输出档位，这是卸下来的所有的导线。
这台飞利瑞斯 IPSA3608可调电源看起来只是一台维修电源啊，拆开之后却发现里面的设计思路跟一般的低端货完全不一样。它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在一块板子上，而是分成了2块独立的主板，后级专门负责把试电整得干净，前级再接手做精细的调节和保护。后级的任务整流、校正再变换，最后送出高功率母线。前级的角色则是更复杂，不光要把电压电流调精准，还要盯着输出状态，随时触发保护，还得把数据适时的展示给用户。2块板子，一个拼肌肉，一个拼智商。架构上它算不上顶尖，但绝对不是糊弄的便宜货。可以先告诉你一点，这台机器的电路和元器件绝对比外观看上去更有故事。这一台可调电源在后级电源板上用了完整的一套输入到高压母线的结构。首先看 EMI 电路，保险丝来自东莞贝特电子的932系列慢熔塑封保险丝，规格6.3安250伏；2颗东莞杰威电子的 X2 安规电容，0.22微法275伏，中间还夹着一颗共膜电感，构成典型的共膜滤波网络。紧接着还有一颗东莞杰威电子的1微法500伏的薄膜电容，作为插膜滤波元器件。整流部分用的是江苏扬杰电子的 GBU1510整流桥，15安1000伏的规格；一颗深圳微谷微电子的 U2N65S1场效硬管，这个是电源启动的一个关键器件，它通过高压分压电阻，再加上奇纳二极管，把400伏的母线挤出10几伏的电压，供给控制芯片启动。接下来是 PFC 电路，一颗深圳创汇电子的470微法25伏电极电容，为 PFC 控制器启动提供偏置电流。主控芯片是安森美半导体的 NCP1654，一颗连续导通模式的 PFC 控制器；2颗湖南瑞声半导体的 RS18N50F 高压 MOSFET 并联工作，承担 PFC 升压任务。储能元件是一支双环形磁性扰质的大电感，旁路保护使用一颗 IN5408的二极管。南京石恒电子的 MF72系列 NTC 热密电阻则是上电瞬间抑制浪涌电流，整流二极管则是一颗 SI8U600 作为 PFC 升压二极管。最后 PFC 输出端有2颗创汇电子的120微法450伏的电解电容并联，提供高压母线的储能与滤波。再看 LLC 谐振部分，启动电容同样是用了一颗深圳创汇电子的470微法25伏电解。LLC 控制芯片型号被打磨掉了，无法确认具体型号和厂家。谐振网络由厦门法拉电子的一颗0.047微法的谐振电容和主变压器内部的谐振电感组成。开关管仍然是2颗湖南瑞声的 RS18N50F MOSFET 以半桥方式工作。主变压器初级有4个引角，次级有7个引角，对外输出2路直流，分别是48伏和24伏。48伏一路使用2颗江苏海西美电子的 MBR20200F 肖特级二极管并联整流，24伏这一路则是 MBR10100FCT 肖特级二极管整流。滤波电容全部来自深圳创汇电子，48伏之路用了4颗820微法63伏电解，总容量3280微法；24伏之路则用了1颗1000微法35伏电解，这样前级电源就完成了从试电到双母线直流的全部转换。这一块前级控制板就是这台可调电源的大脑和手脚，整个板子采用的是双面成晶的工艺。供电部分，浙江易晶微电子的EG1192L 高压输入 DC-DC 芯片，配合47微亨的电感，还有2颗电解电容，把48伏稳压成中间电压。接着2颗德州仪器的 TPS5632001同步降压 IC， 配合2颗4.7微亨合金电感，把中间电压继续降压，供给1117线性稳压芯片，最终得到5伏和3.3伏，为板子上面的 MCU 显示和逻辑电路提供电源。主功率路径控制核心是德州仪器的 TL594芯片，通过误差放大与 PWM 输出控制德国英飞凌的 IR25602S 3级驱动器，再去驱动2颗无锡新节能的 NC1093N10MN MOSFET， 它们组成主 back 降压电路，把48伏转换成可调直流。输出端经过大型环形滤波电感和平行的5颗470微法63伏的电解电容进行滤波，保证输出干净。在保护部分，在输入端和可调端各有1颗10安的贴片保险。48伏输入侧还串联了1颗广东可一亚半导体的 KND3308A MOSFET 作为高边电子开关。输出端则有2颗台湾美声科的 50N06 MOS 并联，作为低边开关，负责异常时快速切断负载。
电流检测使用了2颗德国伊萨普兰的 R2020 精密采样电阻，负责检测电流大小。参与恒流与保护环路这2个电阻价格不便宜啊。控制与运放系统，上海巨巡半导体的 GS8552、GS8332 运放，福建科山新创电子的 COS1117 低功耗运放，以及意法半导体的 LM324 运放，共同构成电压环、电流环和保护比较器。为了给运放提供负压轨，电路里还用了一颗广东华冠半导体的 ICL7660 极性反转电源芯片。主控 MCU 芯片适应是被打磨的，查不到厂家。配合一颗8兆赫兹的晶振，负责逻辑与显示的全部功能，包括这个电源的参数设定、数显刷新、记忆存储，以及对输入输出 MOS 的开关控制。南京庆恒威的 CH340N 串口芯片提供了串口通讯能力，用于调试或系统升级。还有就是连接飞利瑞斯官方提供的电脑上位机来控制这个电源的整个功能。旋钮编码器用的是日本阿尔卑斯的 EC11 系列，别看这个编码器啊，这玩意儿一颗10几块，没有几个厂家舍得用啊。24伏支路应用这一部分主要是给 EAEC 快充适配器进行供电。协议芯片是珠海智荣科技的 SW3517P， 内部集成上下 MOS， 配合电感、电容组成半桥电路，直接管理 USB 口的快充输出。VBus 开关用的是深圳永源微电子的 AP68N04DF MOSFET， 每个充电口一支，负责快充输出与电源通断。电流检测则由2颗 R005 电阻承担。这台飞利瑞斯 IPSA3608 可调电源整体定位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后级用上了完整的 EMI 滤波、PFC 校正和 LLC 半桥，保证了功率和稳定性。前级则是通过 TL594 和多级运放，把48伏母线变成0至36伏可调的直流，精度和保护逻辑也比较到位。测试结果我们也看到，电压精度在 0.01 伏的级别，保护功能齐全，文波控制100毫伏左右，已经能满足大多数的维修场景和测试场景。在用料上，这台机器还是有取舍的。前级的 PCB 工艺采用了双面成晶，看得出厂商在可靠性和散热导电性上有投入。但是滤波电容更多的是常规品牌，说明它更强调性价比，而不是完全走发烧级别。整体来看，它更像是一台实用型的维修电源，功能全，性能稳，价格也对标这个定位。所以说700多的售价其实是在工艺、架构、用料之间的一种平衡，不是极致追求寿命的实验室级方案，但在维修场景下，它的表现和配置对得起这个价格。如果你需要的是一台功能齐全、保护完整、交互友好的维修电源，这台飞利瑞斯可调电源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选择。一句话总结啊，飞利瑞斯 IPSA3608 电压精度和保护都比较到位， PCB 工艺也用了双面成晶，整体更偏实用型的设计。700多的定价，但对于一台维修电源来说，算是对得起它的配置啊。测试为了了解，猜是为了真相，认真测摘，客观输出。我是离火测摘，感谢各位老铁一直以来的鼓励和支持，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